大家好，欢迎来到3D 财经。今天本视频全面阐述 Figma 对 Adobe 的巨大威胁和二者王位之争。第一部分讲述公司基本面与 Adobe 的区别和竞争，后半部分分析 Figma 的市场潜力、市值空间及短线走势及目标。只关心股价走势和中短期目标的观众可以快进到第二部分开始观看。在设计工具的世界里， Adobe 曾是唯一的王者，但 Figma 正迅速崛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颠覆这一格局，成为 Adobe 最大的挑战。Figma 与 Adobe 就像设计界的特斯拉和丰田。Figma 推动云端协作与实时编辑，彻底改变传统设计方式。Adobe 则像传统汽车制造商，虽然基础扎实，但转型稍显缓慢。Figma 和 Adobe 就像手机业的苹果和诺基亚。苹果用智能终端挑战传统手机，改变人机交互模式。Figma 也许就是下一个王者。在设计工具行业里， Adobe 从未真正进入产品设计开发的全链条协作体系，而 Figma 却在这一点上构建了它的范式创新。什么是范式创新呢？范式创新是指组织业务的思维模式和实践规范的改变，它影响到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整个价值链，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变革，而非简单的渐进式改进。它关注新颖的想法、技术和方法的产生和传播，以实现新的价值。那什么是产品设计开发的全链条协作呢？这是现代软件研发中一个核心流程，通常包括产品经理构思需求、写产品需要文档、提出用户场景、设计师用工具如 Figma 画原型、UI 交互设计、开发工程师根据设计图编码实现、写逻辑与前端。协作环节要求三者要快速无缝在线协作迭代。真正的全链条协作不仅是工具共享，而是三者在同一平台上实时沟通、修改、标注、交付。这一点 Adobe 没做到，这也是2022年 Adobe 用200亿美元收购 Figma 的原因。如果不收购，5到10年后，可能整个 Adobe 创意云市场基础就被重新定义了，类似微软收购 GitHub 领英，战略意义远超短期财务回报。Adobe 的孤岛式工作流，其设计流程是设计、导出、提交给开发，这是离线加单点式的思维，已经过时。Adobe 收购 Figma 失败后，火速加快自己的 Adobe XD 开发，用来对标 Figma， 但仍然不能完成 Figma 那样的协作、开发者生态闭环。Figma 正在做的是设计、讨论、交付、插件、数据联动、一体化平台，尤其是开发者模式，是一个为开发人员设计的在 Figma 中运行的模式，它提供了一个极其友好的环境，使开发人员能够无缝地浏览设计文件，检查设计细节并生成代码。比如，允许开发人员像在浏览器检查器中一样，悬停并点击设计文件中的元素，以获取尺寸、样式和规格等信息，而不会影响设计文件本身。Figma 出生就具有协作基因，而 Adobe 的工具是围绕创意内容生产，而非产品设计协作打造的，更多服务广告、平面动画等领域。Adobe 传统产品不能自动生成开发者视图，无法自动标注组件属性尺寸等，没有丰富的插件生态，开发者基本要靠设计师导出 PNG 或 ZIP 文件，存在时间差、沟通差。Figma 多人同时编辑，实时协作，这就像传统的汽车开始生产新能源，底盘架构完全不同，需要推倒重来，转型非常困难。Figma 产品飞轮模式更快。Figma 采用产品驱动增长模式，门槛低，免费入门，学生教育推广，开发者生态开放。Figma 拥有1300万客户，有1/3不是设计师，而是普通工作者。很多年轻设计师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用 Figma， 对 Adobe 反而不熟。Figma 就像 Slack、Notion、Zoom， 一旦一个团队用了，全公司就可能逐步采用。Adobe 最害怕的是 Figma 成为设计界的 Slack， 抢夺整个创意生产工具的用户心智。为什么 Adobe 无法复制 Figma？ 首先 Adobe 是创作者工具， Figma 是协作平台，所以说 Adobe 从未真正进入产品设计开发协作闭环，而 Figma 一出生就定义了这个闭环。其次 Figma 商业模式更具可扩张性，协作用户免费门槛低，有利于快速渗透，是一种病毒式的传播。最后，用户体验与品牌偏好代际转移，
年轻设计师和开发者更偏爱 Figma 的简洁、社区互动、开放生态。Adobe 怕的是大家把 Adobe 当成父辈的工具，把 Figma 等同于未来工具的认知转移。不是因为 Figma 已经赢了，而是 Figma 有可能成为 Adobe 2.0， 这是 Adobe 无法承受的风险。总结， Figma 对于 Adobe 是行业内的颠覆式创新，行业老大特别怕后来者不走常规路，从架构上颠覆式创新。有了 AI 这个帮助，使得实时人机交互更加流畅，颠覆速度更快。行业内的范式创新令 Adobe 坐立不安。Figma 上市造成了设计界的核弹，使得更多人知晓了这个设计公司存在。这就像特斯拉颠覆丰田，苹果颠覆诺基亚， Robinhood 颠覆传统券商一样，一个 AI 设计新贵已经诞生。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大家更关心的股票中长期预期和短期走势。Figma 商业潜力非常大，中长期3到5年 ，TAM 也就是总可服务市场330亿美元。这是如何构成的呢？根据多方分析，包括 Adobe 的报告、业内 VC 的估算， Figma 的 TAM 构成大致如下。细分市场主要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设计协作工具，如 Figma 本身160亿美元的市场空间，包括 UI、UX 设计、原型协作。第二，白板协作工具，如 FigJam 80亿美元的市场空间。第三，开发者交接协作工具50亿美元，替代的产品有 Zeppelin、Abstract 等开发交接工具。第四，文档协作与知识管理40亿美元，类似 Notion、Confluence 的领域。这330亿美元的 TAM 呢，是对未来市场几年增长的前瞻估计，并不是当前的市场容量。Figma 除了竞争对手 Adobe 以外呢，还有 UI 设计软件头部公司 Sketch， 同样支持 AI 辅助设计与团队协作的在线 UI 设计工具 MasterGo。 按中性假设呢， Figma 如果拿下 30% 的市场并不过分，就是100亿美元营收，毛利率 90%， 净利 60%， 就是60亿美元净利润，50倍估值就是3000亿市值。按照 Figma 目前营收增速，2024年 48%， 2025年第一季度 46%， 5年内就可以达到100亿的营收，就是2030年之前。只要 TAM 市场 Figma 占据 30% 的市场空间，未来市值就可能达到3000亿市值，股价对应513美元，成为 SaaS 巨头。Figma 短期走势，有一个股票与 Figma 背景、火爆程度、炒作路线相似，它就是 Circle。在2025年6月5日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 Circle 以每股31美元的价格发行了3400万股，认购倍率25倍，筹集了约11亿美元。开盘后 Circle 股价一度暴涨，首日收盘价为 83.23 美元，涨幅达 168.48%， 最高涨至 298.99 美元。而 Figma 发行股份、募集金额、发行股价与 Circle 简直同出一个模板，发行价格与募集额高度相似，定价33元每股，共发行了3694万股，认购倍率更高，达到30倍，采用的还是荷兰式定价，募集约12亿美元。 Figma 当天发行的时候罕见直到下午2点才开盘，股价也一度暴涨，首市收盘价为 115.5 美元，涨幅达 250%。 隔日美国3大指数全线暴跌，Figma 涨幅 5.63%， 收盘价122元，盘后暴跌 6.97%， 只有 113.5 美元收盘，比第一天收盘还跌了2元。现在的问题是 Figma 是会跟随3大指数暴跌，还是横盘或者继续上涨？先说结论，如果大盘出现系统性风险， Figma 大概会向下先有限调整，在限售股明年1月解禁之前，调整后将继续上涨，目标1000亿市值，对应股价 170.94 美元。Figma 首日开盘价85美元， Circle 是69美元，同样的流通盘，更高的认购倍数，更持续的盈利能力。因为美联储即将开始降息周期，这对于 Circle 稳定币主要盈利模式为国债利息，而且还是短期，比如3个月国债利息作为主要营收，那是长期非常不利的影响。
而 Figma 业务规模、盈利能力、知名度、恐怖的 91% 的毛利率都是可长期保持的持续稳定，非常突出。所以 ARK 方舟 Cathy Wood 木头姐在开盘的第一天就买入了6万股，数据显示买入金额为6930万美元，基本成本在 115.5 美元，正好是收盘价。高度怀疑他是在上市首日收盘价买入的，而隔日收盘股价是122美元，盘后大跌达到了 113.5 美元，跌破了木头姐买入的成本。这将促使木头姐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价格低于 115.5 美元以下会猛烈加仓。短期目标价格1000亿美元市值，对应股价 170.94 美元。这一估值既体现了 Circle 炒作路线图，又体现了对 Adobe 的尊重，因为后者目前1500亿美元市值，行业老二颠覆老大，还是应该尊重一下老大目前的营收利润和脸面。极限炒作目标在205美元，对应1200亿美元市值。那么1000亿美元到底过不过分呢？Figma 作为华尔街 AI 新贵，这1000亿美元市值短期目标并不过分。当年亚马逊的 Raven 上市炒到过1000亿美元，当时要号称颠覆特斯拉。2020年 QuantumScape 刚上市，作为固态电池研发实验室，5年之内都不可能商业化，居然也炒到了700亿美元市值。现在5年过去了，还没有商业化。Figma 这个公司是华尔街最喜欢的公司模式，具备华尔街最喜欢的3点要素。第一，营收要有增速，最好是爆炸式的增长。2024年 Figma 营收 7.49 亿美元，增速 48%。第一季度2025年是 2.2 亿，营收增速 46%， 比2022年的 Adobe 收购时候增速已经翻倍，这是一个高速增长的 AI 公司。第二，营收增速高的时候呢，最好还能盈利，而不是靠债务扩张或者以低价换取市场。Figma 2024年亏损，但基本都是由2023年与 Adobe 合并终止相关的一次性员工股票补偿费用导致，非核心业务运营亏损。实际上2024年全年营收 7.49 亿美元，增速 48%， 毛利率 90%， 符合高效 SaaS 公司模式。2025年第一季度 Figma 毛利率超高，达到 91%， 第一季就达到4400万净利润，而非 GAAP 运营利润率 17% 左右，调整后自由现金流约 24%。根据福布斯网站，净收入保留率高达 132%， 处于行业顶级水平。还有就是巨大的市场空间。Figma 拥有1300万用户，粘性极强，年轻设计师首选产品，其号称世界500强，有 95% 的覆盖率。福布斯世界2000强有 78% 的覆盖率。未来的用户广度已经足够，只需要深挖潜力，等于先抓住了主要客户的信任，利用 AI 快速让客户体验深度成为很大的可能。作为未来颠覆 Adobe 的 AI 新贵，大盘暴跌正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买入机会。如果未来能跌破 115.5 美元， ARK 基金买入的价格可以逢低抄底。如果大盘继续暴跌，跌破100美元，那就是难得的买入机会。未来设计工具市场将持续由协作效率和云端能力主导。Figma 具备天生领先优势，在明年1月解禁股上市之前， Figma 具备1000亿美元市值，短期对应 170.94 美元的市场预期。2030年左右，长期如果达到100亿营收，60亿净利润，对应3000亿美元市值，股价达到513美元，成为 SaaS 巨头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想一想，另外一个 SaaS 前辈 PLTR 2024年 28.66 亿营收， 4.86 亿美元净利润，2025年第一季度 8.84 亿美元营收，净利润 2.18 亿，居然都创造了高达3797亿美元的市值神话。而 Palantir 在 AI 时代和 SaaS 行业绝不应该是唯一一个神话。最后声明，本文所有观点仅是个人观点，投资者需要自己做出谨慎投资判断，本人不对股票最终走势及任何投资后果负责。